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周五直播，今天是周五吧，没毛病。在开始直播之前啊，我还要去发个推，去招呼招呼人去。直播开始，对。大家家里头都热不热？今天北京是38度啊，反正我这儿天气预报是38度，但是我印象里，中国好像是到头就是38度啊，不会再往上走了。所以我在讲说咱们前面嘲笑了印度的50度，然后呢嘲笑了欧洲的40度，现在轮上中国也要迎来大面积的40度了。就是这种极端天气好像现在变得越来越极端了，只能这么讲啊。以前应该没有这种事儿啊。刚才我还看了一个照片，说是1930几年还是什么，就是小胡子去巴黎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月份。然后呢，人家还穿着皮大衣呢，就是穿着那种皮风衣去巴黎视察去的，对吧？现在都能热死人啊，热死了1000个人，这有点太夸张了。所以现在这个天气跟那个时候肯定是已经天差地别了。我看在 X 上还有人回我说：“哎呀，我们嘲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热啊，这个谁没热的时候啊？我们嘲笑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空调，对吧？印度的空调普及率低，然后印度50度，欧洲也是为了环保不开空调，而且就算开空调也没那么多电。全世界空调普及率，欧洲肯定是相对比较低，他们大概是20%还是百分之几？就早期好像有几个国家是5%。中国的空调普及率是60%啊，就是咱们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高了。然后呢，全世界空调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当然到90几啊，就非常非常高的空调普及率。是直播吗？是啊。沙发欢迎来了。杭州天天下雨，潮得要命啊！北京前一段时间也是天天下雨，但是今天没下就直接冲上去了。原来北京都是每天白天阴天，晚上下雨啊，那个天气好的不得了。今天就稍微差一些。以后空调会是高科技产品，以后空调我估计就属于是你没有这日子就没法过的一种产品啊，不可能有多高科技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空调会能变成高科技产品。好奇怪。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美塔的故事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是7月1号发生的啊。但是我呢一般不会赶时髦啊，就是发生的当天通常都不会出来讲故事，得怎么着看个1天啊，然后再让我思考一下再出来讲这个故事。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这个美塔的故事啊。我看看还有什么啊？跑步回来了。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哎，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啊？热不热？海边上应该还可以哈。对，咱们现在都是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很多老人舍不得开空调，觉得忍一忍就能过去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是哪儿来着？热死个看门大爷嘛，后来还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所以这个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一定要开空调。只有今天热，最高29度，我天，我这儿最高38度了，你这个还真是很凉快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Meta算力过剩恐慌与 xAI 的克罗索斯算力账。算力正在长出一套新的云计算式的标准，
3天4地股市涨跌，拍出了 AI 下半场的真问题。先说结论啊，这个算力正在从机房里的机器变成一种可以被全世界买卖、做空、挑毛病的新证券。接下来这3天，全球市场涨涨跌跌，都在为这个话题找证据。7月1号美东时间，彭博社报了一条消息，说 Meta 正在筹备一个云业务，准备把自己多出来的 AI 算力和模型访问权卖给外部客户。大家注意啊，不是Meta自己宣布的啊，也不是扎克伯格出来说了什么，是彭博社报了一条消息，而且这个消息里头真正重要的东西没有，它到底有多大容量要卖出去来，它到底赋予了多少算力要卖，不知道啊，然后按什么样的价格卖也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一条消息出来，Meta股价当场就起飞了，一度涨了接近10%，收盘的时候还涨了8.8%。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同一天 AI 硬件就直接被抽了一鞭子，英伟达跌了大概2%，美光跌了7%，闪迪跌了8%。大家注意啊，这种存储股一定会比芯片股跌得更狠，因为它那个股价就更难以支撑啊，更魔幻一些。出了事情呢，它一定上蹿下跳的比别人高一些。真正受影响的是卖算力的啊，一个叫 CoWeave 跌了10%，另外一个呢叫纳比乌斯啊，它呢是跌了10%，这都是直接拿英伟达的显卡去卖算力的。第二天到7月2号，剧情就反转了，Meta自己也没扛住，对吧？跌了大概4%，把前一天涨上去的又吐出一大半来。CoWeave在暴跌之后再接着跌啊，跌4.6%，美光、闪迪这些也没有给你麻利的涨回来。2天下来，几乎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同一天，太平洋对岸更加炸裂啊，韩国的 KOSPI 指数收跌7.9%左右，直接熔断啊。SK 海力士跌了14.6%，三星电子跌了9.1%。A 股这边，科创50单日跌了7.7%，是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兆易创新、北方华创这些芯片龙头股直接集体跌停了。这个故事还没完啊！7月3号，一模一样的剧本反着再演了一遍。韩国的 KOSPI 盘中一度涨了接近5%，涨到了触发向上版的Sidecar 机制，也就是程序化买盘被暂停了。所以这个熔断呢，不光是向下跌熔断啊，这个向上涨人家也熔断。这个韩国股市真的是上蹿下跳，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日内涨幅一度都达到了8%到9%左右。A 股这边呢，科创50午后反弹大概是2%，存储芯片概念明显回血，对吧？它还是在上蹿下跳，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老范呢，把这3天的画面给大家捋一捋。Meta涨啊，这个芯片跌；Meta跌，芯片呢也没涨回来啊。韩国跌着熔断，涨着也熔断，科创5年内最大跌幅，然后又涨回来2%，是这样的一个上蹿下跳的一个格局就直接来了。这不是一句 AI 要崩了，或者是 AI 还在猛涨能够说清楚的，这是全球市场在3天里头把 AI 这整条产业链翻来覆去的重新定价了一遍。所以呢，今天咱啊不纠结这2天到底谁涨谁跌这种情绪性的问题，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个更大的判断。这3天全球市场折腾的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算力正在从一堆机房里的机器变成一种可以标准化衡量、打包比较的新的商品，这才是咱们今天真正要讲的故事。这不是算力过剩，而是算力要长出一套像云计算似的标准。其实大家要想清楚啊，不是我们马上要有一种叫算力券的东西，或者叫算力债券的东西就要去交易了啊，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原来算力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笔糊涂账啊。很多人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算力啊，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还有人说啊，我这有10万块显卡、20万块显卡，然后它的股价呀、它的市值就开始蹭蹭往上涨了，有道理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你说这个账能不能有可比性？因为咱们炒股也好，或者做其他的任何投资也好，我们要的是可比性。你到底是10万块显卡值这么多钱，还是20万块显卡值这么多钱？是这些显卡在里边好好的工作，在干活值这么多钱，还是只管你把它堆在仓库里就开始值这么多钱了？原来是没有一个说法的，对吧？大家想一想，早期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啊？互联网时代大家也在拼命建机房，拼命建这个计算中心，但是当时呢里头主要是 CPU 啊，主要是这种云主机。但是当时的民众其实并不关心说这个机器到底开没开机啊，怎么去折旧，怎么去更新，怎么去买新机器进来，大家不关心这事儿。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东西最后怎么挣钱跟老百姓是没关系的。咱们以谷歌为例，谷歌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是拥有全世界接近10%的服务器啊，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它2016年有250万台服务器啊，后来因为大家都开始上服务器了，它这个数量虽然还在上升，但是比例在下降了啊。但是2016年真的是很猛很猛的一个公司。但是有人关心过说，谷歌你到底这服务器买亏了买赚了？没有人关心这事儿。原因很简单，谷歌是出于做广告的，对吧？我只要广告费挣了，剩下这个服务器到底是怎么玩，没人关心。真正愿意说我把这东西摊开了干的是谁？就是云计算这帮公司啊，什么微软云啊，这个亚马逊云、谷歌云。谷歌云呢，就是这一块它会摊开了给你讲，但是谷歌其他的服务器它是不给你讲的。为什么这一块一定要摊开了讲呢？因为云计算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精细化运营的东西，对吧？你稍微差一点就赔钱，它的成本很高啊，资产的这个价值非常非常高，很重的一个生意。而且呢，竞争还很激烈啊！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要精打细算，所以我们说这是个精算行业，绝对是一个很累的这个产业。那你说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么长时间都过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接着这么干啊？到 AI 时代，我们接着这么一笔糊涂账算下去不就完了吗？算不下去了呀！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大家想想谷歌啊，当年的这个例子。第一个，它那堆服务器不是一天买回来的，它是慢慢日积月累买下来的。而且在谷歌在买服务器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挣钱了。他知道啊，我为了挣更多的钱，我应该买多少服务器。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而且最早期只有谷歌这种公司在疯狂的买服务器，其他人也不跟他抢，对吧？价格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现在你再看一看，一帮的公司啊，谷歌、微软、OpenAI、Anthropic。再加上这个Meta、Oracle 全都在这疯狂的砸钱，而且要在一次性把钱都砸进去买这些服务器。而且买服务器的时候，因为大家一起买，所有东西都在涨价 ，GPU 在涨价，存储在涨价，甚至现在一堆的什么电容啊、什么光通讯啊都在涨价啊。而且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还有一个跟谷歌差异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该怎么挣钱。对吧？谷歌那个时候你是知道该怎么挣钱的，我自己把这账算明白了，我就不用出来跟你说了。现在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咋挣钱，而且还要花这么多钱去砸服务器，砸到全世界开始缺硬盘、缺内存、缺这个 SSD 硬盘，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对吧？那必须得把这块拿出来单独要讲一讲，对吧？我们得把这玩意儿掰开了揉碎了啊，告诉大家我们到底买了多少 GPU 啊，这个 GPU 的开机率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再往前走没法走了呀，对吧？因为你这个逻辑它不通了呀，这就是现在真正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3天全球市场真正折腾的原因就是，算力不是多了，也不是少了啊，而是什么呢？就是算力这种东西，你需要进行更精细的去衡量了，要像云计算那样去做精算了，否则的话，这个账没法往前走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为什么这个Meta这东西一上来，这个股市就跌呢？到底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对吧？按道理说应该是个好事啊，那到底都跌给谁去了呢？原因很简单啊，这个呢就是叫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
大家知道炒股其实最好炒的是什么股票吗？咱不说投资，不说价值投资这些东西啊，最好炒的股票就是故事特别特别大，对吧？然后未来的想象特别丰富，但是呢筹码特别少，对吧？比如说一共就2张票，但是我们赌一个全人类的未来，那这时候我买了1张票，那剩下那张票是不是涨得疯了？它一定是这种票是最好炒的啊，就跟原来咱们讲过这个 Minimax 跟质朴的故事一样，俩公司上市的时候体量差不多，质朴的模型确实比 Minimax 好使一点，但是绝不会像现在长成这样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样子。变成这样的唯一的原因就是 Minimax 解禁的股票太多了啊，市场上的筹码变多了，这些炒股的人啊，这些特别是做量化交易的人发现，哎，这个操纵不了了，操纵的没意思了，对吧？这个质朴这个才操纵的有意思，我们接着弄那个去。它这个解禁的这个股票很少啊，我们只需要稍微买一买卖一卖的话，这个就股价就上去了，所以他就会玩这个。而现在呢，这个 AI 这个圈子里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算力池巨大啊，这边说我要花1万亿去这个1万亿美金啊去建机房，因为 OpenAI 说是我要花1.4万亿美金去建机房，对吧？现在已经确认的今年的所有投资是6700亿还是6700亿美金，那具体这个玩意儿怎么运作，怎么去赚钱，谁也说不清楚啊，这就是完全的市梦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叫 CoView 啊，就是它是租算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诺比乌斯啊，那也是个租算力的啊。那么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冰山一角，大家只管炒他们就完了，蹭蹭就把它炒得很高，对吧？现在梅塔出来了，说，哎，我也提供筹码吧，我这儿也解禁了啊，这个咱们一起来交易这个东西吧。啊，那一看发现，哎，筹码变多了啊，那这个逻辑就发生变化了，而且筹码变多了以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需求啊，对吧？你现在有这么多算力冲到市场上来，谁买啊？谁能够拿这个东西真正挣到钱？谁也说不清楚啊。那这个股票就开始上蹿下跳，上蹿下跳，而且头一天啊，这个梅塔涨上去以后，马上发现，哎，不对啊，你不号称是这个算力多了嘛？啊，要把这个算力多出来的部分扔到市场上去出租，怎么你没有去降低你的资本支出呢？你还在拼命的花钱去买这些算力的芯片，买这些建机房这些事情，对吧？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对吧？所以梅塔又下去了，然后其他的股还在往上涨，但是涨的过程呢，大家又怕了啊。前一天这个梅塔一出来说我要出来租算力了，对吧？大家就害怕了。就没有涨回到原来这个高度上来，算是稍微有一点点修复的一个状态。所以涨跌的核心不是算力多了还是算力少了，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冰山上面露出了一个小角上，多露出了一块啊，它这个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喜欢炒作市梦率的人来说，哎，这就是天塌了啊！他们就喜欢说，哎，故事巨大，但是手里的筹码特别少。啊，或者叫市场上的筹码特别少，这是最受量化交易喜欢的这种股票。现在梅塔把这个格局打破了，那梅塔到底是算力缺了呢，还是算力多了呢？对吧？这事儿很矛盾啊。一边他说我算力多了，我要去租啊，我要出，我一边说我算力多了，我要去出租，另外一边呢说，哎，我还要再努力的投入，我还要再去建新机房，这个很矛盾啊，对吧？这到底什么情况呢？最早公开的数字是扎克伯格自己说的，2024年1月份，他在 Instagram 上说了啊，他说梅塔大概有35万颗英伟达 i10-100啊，如果把 A100啊和其他的 AI 芯片都折算进去的话，总算力大概相当于60万颗 i10-100。我记得当时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视频来讲这故事啊，但是很遗憾当时的结论错了，到现在他也没做出什么来。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呢就没有正式的官方更新了，因为原因也很简单，梅塔自己不是一家云计算公司，它不需要像亚马逊云、微软云那样每个季度出来公告一下说，哎，我有多少张卡呀，利用率怎么样，控制率怎么样，它不需要说这个事儿，所以就变成一个黑盒子。但我们相信这个数字一定还是在涨的。那你说这么多卡搁在这儿，它到底做出点什么来呢？啥也没做出来，对吧？前面把杨乐坤赶走了，然后后边亚历山大王弄来，还跟咱们那个 Manos 折腾了半天，最后啥也没出来。
今天路透社独家报道，7月2日，扎克伯格在公司内部的一场全员大会上，对员工承认，公司在智能体开发，也就是 Agentic Development 这条线上，过去至少4个月没有以我们预期的速度加速。他还说，今年5月那轮组织重整，裁员8000人。占公司接近10%，另外大概有7000人转岗到新设立的 AI 相关团队，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利落。我记得他当年前一段时间还说说我们今年不再裁员了。那既然说了这个话，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利落，估计他可能还能再迎来一轮裁员啊，这个咱们就先搁这儿。然后扎克伯格还说了，高管在时机判断上确实出现了误判。不过扎克伯格话锋一转，他说对公司的 AI 投入依然乐观，预计未来3到6个月 AI 这块会看到更实质的回报啊，这就是扎克伯格今天爆出来的全员大会上的讲话。然后在 X 平台上我就看到了亚历山大王啊，他去转发了这条新闻，我这个新闻都是在 X 平台上看到的啊。这哥们儿特别鸡贼啊！他先把扎克伯格这句话定性了一下，说不是我们有问题啊，是整个行业智能体能力上整体的进展都不行啊，不光是我落后，大家都不灵。话锋一转，接着预告啊，说下一版的叫 Muse Spark， 就是他们那个新模型更新即将上线，在编码和智能体能力上会有重大的改进，以更有竞争力的对标其他的领先模型。即将推送到 Meta AI， 并且会开放一个新的 API。怎么说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对吧？这个你前面吹了半天啊，一开始叫牛油果，后来改了个名字叫 Muse Spark， 但是呢，吹了一下牛，说我们做出来好厉害，谁也没用上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说我下一个版本更厉害。总之吧，以他现在做出这些东西来看，甭管他现在是有几十万块卡，还是有100万块卡，他的卡一定是淤出来了啊，一定是非常非常富裕的，没什么好说的啊。那你说在这么富裕，在这个卡这么富裕的情况下，他还要去追加资本开支啊？他今年资本开支的指引是1250亿到1450亿美金。截止1季度末，对未来 AI 基建承诺支出是1829亿美金，什么意思？就是前面咱们说的是今年一整年的啊，然后一季度末他承诺的这个开支1829亿呢，是包括明年的一部分啊。大家注意，只要有实打实的数了，他就必须要完成啊。如果不完成的话 ，SEC 会给他发信的啊。那个一般收到这种信就是要裁员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放出来的这个预告你必须要实现，你不能说吹了个牛最后你没实现啊，这个事儿美国的 SEC 是不能惯着你的。那么一边是自己算力过剩，一边是疯狂的追加投资，原因很简单，现在这些大厂，甭管是谷歌、Meta、微软、Oracle 这些大厂，他们都在赌 AI 是唯一的未来，所以他们趁着自己还有一定的现金，还有一定的资产，还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信用吧，他们能借多少钱借多少钱，砸锅卖铁也得冲上去啊，生怕慢了一步，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咱们比较一下吧，有另外一个交易啊，也是租算力的，就是 xAI 租的算力，咱们跟今天这个Meta这个生意稍微比较一下。虽然Meta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价格和具体实施的方案来，但是呢，这个还是可以稍微看一看这条路到底走得通走不通。但是要先讲清楚一点啊，就是 xAI 这个账并没有那么干净啊，咱先把这个搁前头说了。xAI 呢，它是有2个大机房啊，第一个是在孟菲斯原来一个叫做什么一个电器公司的厂房里啊，就是伊莱克斯的工厂厂房里改造的，叫巨兽1号啊，克罗索斯1号啊，是这个大概是有22万张显卡，它是这样，这个而且呢是
马斯克122天建成啊，非常非常强。马斯克在美国就属于典型的基建狂人啊，嘁哩咔嚓就可以把这事搞定。同样的，你说我想把20万张显卡塞进去建一个机房，你把这事搁在Meta手里头，没2、3年根本造不出来啊。所以现在他们吹的好多这些牛，根本就不是今年明年能用上的东西啊。然后巨兽2号呢是去年3月7号 xAI 在孟菲斯 Whitehaven 区买下了一个100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加上周边的一些土地啊一起去建的。在去年的7、8月份，第一期的13万颗英伟达 GB200 上线，到8月份是55万颗 GB200 和 GB300 全部都进行了部署。今年1月份啊，整个部署完成了，所以它这个机房里有55万颗。Anthropic 呢，它等于是直接把它这个巨兽1号完整的买下来，完整的租下来了啊，是12.5亿美金一个月啊，基本上150亿美金一年啊，整个全租下来了。那为什么愿意去租呢？你说这事儿到底租便宜了，租贵了呢？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原因是 xAI 使用巨兽1这个算力中心的时候，自己的效率是很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巨兽1里头有 H100， 有 H200， 有 GB200， 它是一个混搭的异构的集群。啊，所以它的架构就会整个的效率就会比较低，而这个 Anthropic 整个租下来的成本呢，是正常租赁成本的5倍啊，就是它人家是比如100亿美金可以租到1 G 瓦的这个算力中心，然后以 Anthropic 现在这个价格，如果把这事儿乘到这个叫做什么呢？乘到这个1 G 瓦的话，它相当于花了500亿美金啊，它这个是非常非常贵的。抱歉啊，我们要稍微的停一下，我们又过热了。好，继续。那你说这么贵，这生意肯定有问题啊，对吧？那不光是他租了呀，还有谁？谷歌也租了。谷歌呢是直接在巨兽2号里头租了11万颗 GPU， 每个月呢是9.2亿美金。是吧？基本上一年应该也有100亿美金了。这个合同呢也是2029年6月份到期，这个也不便宜。这2个合同加起来一年是260亿美金的年化收入了啊。还有一家公司呢叫 Reflection AI 啊，他们呢是租的也是去租了啊，他们是63亿美金啊，总价格63亿美金，它这个要稍微便宜点，它好像是1点几亿美金一个月。它1.5亿美金一个月租的，啊，那这个 Reflection AI 呢是号称美国的 DeepSeek 啊，要在美国做开源模型，有2个原来 DeepMind 的这个研究员创建的新公司，投资人里头呢包括谷歌前 CEO 啊，这个但是注意啊，是他个人埃里克施密特个人投的。那你说这些交易做出来到底干不干净呢？要讲清楚一件事啊，就是这个里头肯定是有猫腻的啊，因为谷歌同时是 Anthropic 跟 SpaceX 的2家的股东，啊，谷歌持有 Anthropic 14%的股份，持有 SpaceX 6%的股份。那么在 SpaceX 要上市的这个时间点，你整个的账目说不清楚，对吧？你为什么值1.75万亿或者1.77万亿美金？谁也搞不明白这个事儿，你的收入、你的利润就没利润亏损的。对吧？都没法去讲这个故事，特别是把 xAI 合并进来以后啊，这个他们 SpaceX 上市了以后还干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这头刚上市啊，从股市上拿了750亿美金，马上出去发债啊，又发了250亿美金的债出去，干嘛呢？就是他合并 SpaceX 的时候，就是 SpaceX 合并 xAI 的时候，他欠了一大笔钱，这笔钱用那750亿美金填不上，所以他必须要再出去融250亿美金啊，然后把这钱加在一块儿，才能把这窟窿填上。我们管这个钱叫过桥贷款，对吧？他把这个钱要填进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要把这个为什么你值这么多钱要讲明白啊。所以谷歌就带领啊他自己投资的项目，以及他前 CEO 投资的项目和他自己创始的项目，来咱们攒个局吧，把这个故事给他讲圆了啊。他干了这么个事儿那你说这个就是个假交易吗？也不是啊。
这个你必须还是得给钱，真金白银给进去，而且呢要公允啊。那你说花了5倍的钱，你咋还公允呢？这故事到底是咋讲的，对吧？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跟一个姑娘结婚啊，那这是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对吧？这个你总的投入可能是很高，但是呢，算到每一天的投入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你说，哎，我今天出去找一个小姐啊，那这一天的投入就是很高的啊。所以，像这个 Anthropic 也好，谷歌也好，他们签的这个协议都是3年期的，很短期的协议，而且呢是提前90天就可以终止的协议，随时可以走，相当于是一个临时的这种结婚协议似的啊，像其实类似于伊朗的短期婚姻，或者像刚才咱们讲的，就是你出去找了个小姐，所以你用贵5倍的价格，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公允交易，它是这样来搞的，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就老范你这么说吗？不是啊，美国好几家财经媒体，包括雅虎财经，包括福布斯，都在那骂呢，说谷歌你在这玩这事儿太难看了，你把别人都当傻子吗？你搞成这样，对吧？就是为了给 SpaceX 保驾护航，让它上市。啊，所以这就是 xAI 当年干的这个活啊，也不叫当年了，应该就是上个月干的活吧。那么Meta其实对这个事儿还是对标不了的啊，就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大公司直接去把算力卖出去这个过程，其实还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在Meta之后，这个标准会越来越清晰。那现在 AI 到底是不是泡泡要破了呢？每天出来喊得最凶的一个人，就是 Michael Burry 啊，就是那个大空头的那个主角，对吧？他每天在市场上喊说 AI 马上泡沫就要破了，不行了，对吧？这哥们儿呢，最辉煌的就是2008年靠做空美国房地产市场一战封神啊，还拍了那个电影的大空头啊，如果没看过的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电影。但是封神之后，这哥们儿的战绩其实挺一般的啊。2015年12月份。他喊过一次市场要崩，结果标普500又涨了好几年。2017年5月，他预言过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应验。2019年9月，他说指数基金是个泡沫，也没有很快应验。2021年2月，他说市场正在刀尖上跳舞，结果股市又涨了差不多2年。真正被他说中了就是。除了2008年那次之外，就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之前，他建的这个空头仓位，那次是踩准了啊，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戏啊。那你说像他们搞这个活，我做空你，如果没空的话，他赔不赔钱呢？赔啊，赔死他。去年3季度，这哥们儿就开始喊了，说我要去做空英伟达，做空帕伦提尔，你这东西肯定不行啊。他当时是买了5万份。帕伦提尔的看空期权，买了1万份英伟达的看跌期权，两个加起来占他当时基金总仓位的79%以上，压得非常集中啊！就是这哥们儿绝对赌性很重的一个人。但是呢，根据 CNBC 去年11月份的报道，这笔仓位大概率是亏钱了。在去年11月25日 ，Michael Burry。干脆就把这个基金直接给注销了，说不玩了，对吧？在 X 上还留了一句话：“我要去做更好的事情了。” SEC 那边也显示了啊，这个基金的注册状态是已终止。今年这哥们儿又出来喊了啊，说我就还觉得你们有问题啊，这个东西 AI 一定是泡沫。他今年喊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大厂啊，把服务器跟 GPU 的使用寿命人为拉长了，原来呢都是3年，现在拉到6年了啊，这个。每年摊销的折旧费用就变薄了，报出来的利润自然就好看了，啊，他预测2026年到2028年之间，可能让全行业总共少计了大概1760亿美金的折旧，点名的是甲骨文和Meta。按照他的算法，2028年甲骨文的利润可能会被高估大概27%，Meta大概会被高估21%。他的原话是什么呢？人为拉长资产使用寿命来少计折旧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财务操纵手段之一，对吧？这就是他现在真正在喊的东西。那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就这种人一边建自己的空仓位，一边在这公开做空，对吧？特别是这哥们儿还是个明星，对吧？虽然他自己不演电影啊，但是
它是大空头的原型嘛，所以也算是一个明星。这个事儿它违法嘛，对吧？它这个事儿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嘛。要讲清楚啊，在美国呢，这个事儿也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灰色，很多人呢会去质疑他们这样的操作，但是在法律上这个事儿是合法的。美国只要求一件事儿，就是你要告诉人家你的仓位，你不能说你喊了半天你没告诉人家，说我本来做空了，然后我来开始骂街，我来开始这个在网上放这个他们不利的消息，这个事儿是不行啊。你要先公开你的仓位，然后再去说啊，这个事儿都是允许的。那你说这个波瑞赌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其实按中国一个话来说啊，叫做青黄不接，他实际上在赌这个。什么叫青黄不接？旧粮食吃完了，新粮食啊还绿着呢啊，还在地里长着呢，还没法割呢，这玩意儿叫青黄不接。这些 AI 公司钱实打实的花出去了，对吧？折旧也在那儿折旧呢，甭管你是不是3年折旧还是6年折旧，你都在那儿折呢。但是如果说新的应用啊，新的这些消耗 AI 的行业没有发展起来，你这些产能没有办法去变成新的利润啊，去把它卖掉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这些芯片、这些算力机房都已经折旧都折没了，全都更新掉了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饿肚子，他实际上在赌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Meta到底闲置多少算力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重要。以Meta现在闲置的这点算力，跟真正的这些巨头们未来可能投入的钱，这种上万亿美金级别的这个钱比起来，它这点算力根本就是9牛1毛啊，对于整个生意是没有影响的。唯一影响的就是这帮做量化交易的啊，市面上的筹码变多了，其他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老范也要提醒大家，波利这笔账里头啊，这个折旧被拉长可能并不是最致命的，真正的危险信号是另外3个啊。一旦看到这3个信号，大家就要小心了。第一个信号是什么？资本开支退缩。到目前为止，虽然这帮大厂都在拼了命的借钱，拼了命的砸锅卖铁，甚至裁员，对吧？都要去砸算力。然后一个比一个吹的牛大，说我要投几千亿，我要投2000亿，我要怎么做？但是这些东西必须要落地。一旦有谁说，哎，这个东西我落不了地了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把这些这个当年承诺的这个资本把它花出去了，那这个事儿就真吓人了啊！所以Meta今天干的是，哎，我资本我这个算力多了，我出去租一些，不吓人啊。Meta如果换一句话说，我算力多了啊，我这个明年不投入了啊，这个我原来承诺要花的钱我不花了，那才叫吓人呢啊！原因很简单，现在大家做这个 AI 建设都是左脚踩右脚，对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左裤兜掏出来揣在右裤兜里，都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还不说英伟达啊，英伟达真的是，刚才咱们讲的所有公司里头，没有哪个是它不持股的。对吧？所有的全都有它的身影。咱们讲另外一个，讲 AMD 干了一个特别绝的事儿。今年2月份跟Meta签了一个协议，6G 瓦的算力啊，你把这东西部署上去，我呢给你1.6亿股的，像是这样什么认股期权啊，就是你到时候可以买多少钱一股呢？$11股啊，就相当于是，如果你真的买了我的这个 AMD 的。它叫米450啊 ，MI 450的这个显卡去做了这个6G 瓦的算力中心，我就送给你一些股票，这些股票1.6亿股啊，你把它直接卖了，就够把你这个建机房的钱都收回来。人家玩的是这样的一个套路，这套路熟悉吗？对吧？特别熟悉，因为去年10月份一模一样的，一个字不差，1分钱不差的一个协议 ，AMD 刚跟 OpenAI 签的，对吧？签完了以后 ，AMD 那股价噌就上去了。对吧？他是这么来玩这个事情的，所以一旦其中有任何一家说，哎，我不玩了，那就会把整个的盘子全下崩掉啊！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跑不掉，都是一根绳的蚂蚱。那么第二个危险信号是什么呢？第二个危险信号就是真正的降价。其实随着他们的优化，随着这些算法的提升 ，token 的价格是在下降的。
对吧？特别是黄仁勋每次都出来讲说，你看，我现在发了新的算力卡啊，从 GB200 到 GB300 了，而且 VR Rubin 也快要上来了。每一个新卡上来以后，我们产生 token 的成本会下降的啊，因为算力更集中，耗的电更少了嘛，对吧？那么，这个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啊，因为 OpenAI 跟 Anthropic 到目前为止那个 token 价格是坚挺的，它并没有去降价。一旦那个玩意儿价格降下来了啊，大家发现不需要这么多的算力吧？啊，那才叫吓人呢。现在这两家公司都在玩什么呢？就是我的 API token 价格站死了不动了，但是呢，我在套餐里头给大家加额度，对吧？我自己的 Codex 现在有3次重置了，我已经用了1次了，那次一手滑就用了1次，现在还剩2次。啊，这个 Anthropic 现在呢 Cloud Code 现在呢 Cloud Cowork 里边5小时的用量啊是翻倍的，就是这个是6月5号到7月5号之间的一个优惠，后天就到期了啊，所以大家赶快去用。顺带说一句，今天这个稿子是用 Cloud Code 啊，是用 Cloud Cowork 里边最新的 Cloud Sonnet 5 Max 这个模型帮助去整理和调整的。现在这个稿子上的这个标题是 Meta 算力过剩恐慌与 xAI Clauses 算力账口播稿 Cloud V6 啊，就是其实这个稿子我写了 GPT 写了4个版本，然后 Cloud 写了6个版本啊，就是每次写完了我就看一下，看完了以后说哎哪不好你就改去，然后再看完了以后说什么地方有问题再改去啊，就会变成V6。像我上个礼拜去做直播的那个稿子是 V10， 对吧？就是这种稿子是这么出来的。回头可以录一些会员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种东西，现在到底怎么个用法啊？所以这帮人现在在加额度，但是不降价啊，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等哪天他们俩顶不住，说开始降价了，就属于危险信号。第3个信号是什么？第3个信号就属于真正的灾难。就是真的青黄不接的这个窗口开始了啊，这个就是真正危险了。新的需求迟迟起不来啊，什么叫新需求？不是说我要拿去做训练，不是说我把 API 卖掉了，不是这些东西，是新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利润的需求，没有办法把自己已经建好的这些算力真正用起来啊，没有这些需求真正的把它跑起来啊，那才叫真正的青黄不接，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现在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被捂住了，对吧？这个 Oracle 只要出去说，哎，我跟 OpenAI 签了一个几千亿美金的合同，我的股价就涨了啊。另外一个人上来说，哎，我这个买了10万颗的 GPU 啊，我的股价就涨了。现在都在玩这个呢啊。在这一次 Meta 把这个事儿干完了以后，大家就别再讲这个故事了啊，还是要讲清楚说你到底有多少的真正能够出来用的这些设备，他们的开机率是什么？像考核云计算一样去考核他们。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咱们今天这一期想让大家记住的，不是Meta的股价这2天涨了还是跌了，而是算力正在从一堆藏在资本开支里头、外人看不懂值多少钱的机器，变成一种有统一衡量标准、可以比较、可以定价，甚至有可能可以被做空的资产。这一点让它和证券确实很像，但并不是说明天就能冒出一张叫做算力券的金融凭证出来，而是算力正在补上云计算当年需要补的这个标准啊，这一套标准要补起来，怎么衡量，怎么建设，怎么折旧，开机率多少，怎么考核。xAI 虽然先走了一步，但是那个生意是没有可比性的。Meta 呢正在琢磨着怎么走同样的路。以后谷歌、甲骨文、微软还有 OpenAI、Anthropic， 只要在算力基建这儿疯狂投入的这帮人，最终都必然会走向标准化、可比较、对外交易这一步啊。这个所有的公司都是往这个方向走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块实在太贵了。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那么大家觉得算力变成一门有标准、可比较的生意，我们从市梦率可以再回到计算市盈率的这个过程中，
对于普通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这个故事咱们就讲到这里，看看有什么评论呀。今天终于有200来人了啊，不容易。早晚凉快一点啊，在咱们讲的过程中，刚才有没有人听到打雷下雨了啊？北京也凉快了。回北京了啊，39岁找了一个20岁的女大啊，好吧，我们又有一个找女大了。这个那个 Kevin 哪儿去了啊 ？Kevin 也是个找女大的，赶上直播了，对你赶上了，来了啊！这个刚看完老范苹果泄密的视频啊，那个视频是准备礼拜天上午放的。晚上好啊，刚加完班，不要叫叔嘛，我很年轻的。老范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台积电是不是可以无脑买？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补一个结论啊，就是当算力成为一种可以去拼装、可以去交易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对谁是利好？对于英伟达是利好。因为为什么呢？当你可以说今天我租这些，明天我换一个地方租，我可以自由的去流通的时候，那么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标准化和兼容性。而在这一块上啊，你说我用的 TPU 啊，我用的这个叫做 OpenAI 的小辣椒，还是用的这个亚马逊的，或者用的这个微软自己家的芯片，Meta自己也做了一个芯片叫MTAI 还是叫 MTIA 这个芯片都自己做了，那这种东西你是没法拿出来流通的，对吧？你想上这个玩意儿，你需要整个的去重新在上面折腾半天，对吧？所以一旦对算力有标准化、流通化的这种这个需求的时候，英伟达一定是最受益的那一个。Meta在大模型上落后，让它后面每一步都走得踉踉跄跄的。是的。这一块呢，确实是很痛苦。其实Meta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前期的这个 Metaverse 这条路走错了，对吧？它压根就不应该去玩元宇宙。Meta玩元宇宙的核心原因也不是扎克伯格这个犹太人相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远大的愿景，这点他跟马斯克还不一样。他玩元宇宙的唯一原因是他被苹果恶心到了。因为Meta在苹果上面，在 iPhone 上做广告，然后苹果呢把Meta的很多信息获取权直接给封了，导致它的广告推荐这个命中率急剧下降。当时差点没把Meta玩死说不行，我一定要逃脱这个有应用市场、有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不能让你说了算，一定要我说了算所以他就玩了一个元宇宙的东西，结果玩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玩明白最后。关的时候呢，又非常非常的不坚决这就是Meta这几年真正失败的地方。马斯克建机房的行动力在美国的环境下确实惊人这个肯定的，这个其他都没戏，能够像他这样100多天吭就把一旧厂房把东西建起来，而且他那个巨兽2旁边还有电站，对吧？因为以后。美国政府已经说了说机房是不可以抢居民用电的，你可以建机房，但是你必须自己建电站你自己建了电站，把这个机房养起来才可以。你说又有机房又能建机房，又能建电站，自己还有这个储能电池这些东西，美国只有老马能干这活，其他人谁都干不了。可以给摄像头上一套冷却系统，对我上了呀，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冷却系统。就是这样的，一只巨大的充电宝，上面有一个在转的风扇这不就是冷却系统了吗？Pocket 4不行容易过，对 ，Pocket 4非常容易过热 ，Pocket 3在这点上没问题的 ，Pocket 4要比 Pocket 3热，但是呢 ，Pocket 4产生的结果文件要比 Pocket 3大，就是它每一个文件呢大概都是17G就是应该。就是具体的大小我们就不说完整的数，它肯定也是20多少次方。然后呢，在同样的文件大小下，Pocket 3大概4K 60帧的是，我想想多大来着？大概是
20分钟啊，然后呢 Pocket 4是18分钟，就是它时长变短了，实际上就是每1秒钟所占的这个空间就变大了，它码率高一些。老范，小米车的隔热性怎么样？嘿，这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啊。小米汽车在冬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在春秋天的时候，你只要停车了，不开那个叫什么来着？不开哨兵模式，它是不耗电的啊。搁1个礼拜，那个公里数都不会下降。因为我经常搁那儿搁1个礼拜不开啊。但是到了夏天啊，这个大概每天吧，就前2天比较热的时候，每天能够少个3-5公里。原因很简单啊，就是电池呢它是有热管理的，就是当你晒太阳的时候，当热的时候，那个电池会开风扇的，就是它自动的，你关都关不掉，因为你万一把它关了，那个小米车它热了以后它会着的，所以它会自动的去开风扇去给你散热去，啊，这个是我原来没发现的啊，到今年夏天我才发现这事儿，因为我去年11月份买的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晒太阳啊，因为小米汽车的顶上呢是一块玻璃。啊，这个玻璃呢肯定是滚烫的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出去，就特别是夏天嘛，什么时候开出去，什么时候滚烫的。然后你这个开空调确实还是很凉快的，因为北京现在并没有那么热。但是呢，开空调凉快的前提是，你不要去摸那块玻璃，你只要碰到那块玻璃还是能烫手的。然后在那个玻璃1拳以内的这个距离，就是非常近的距离，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玻璃在烤脑袋。你只要离那个玻璃稍微远一点啊，超过1拳以上，空调还是管用的啊，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管用的。因为我并没有把那个车真正开到40度高温暴晒过啊，那个还没干过。现在老范已经设计了外挂式风冷系统，即插即用，方便携带啊，绝对的，这个可好使了。唯一的区别，唯一的这个缺陷就是它稍微的有点吵啊，这还是有声音的。但是呢，麦克风在这里啊，所以没有收音收到它。Pocket 4容易过热，还是因为拍 4K？ 如果愿意妥协质量，对你拍1K 肯定是没毛病的。但是你都买了 Pocket 4了，为什么要拍1K 呢？你像我原来 Pocket 3也都是4K 60帧的，也没有问题啊。谷歌毕竟是占了 SpaceX 不少股份啊，过了5%，保驾护航也合理。但是你得在 SEC 说得过去啊。现在被反复批评的 AI 算力过度建设，其实很像当年的网络基建，同样是大干快上，资本狂奔。后来真正的互联网爆发，也正是踩着前面泡沫留下的废墟上涨起来的，是这样的。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算力卡很贵啊，非常非常贵，而且它不光是自己贵，它还把市值炒上去了。原来你不能说，哎，我买了多少个交换机，你得给我把市值都往上走一走，这个有一点点啊，但是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夸张，对吧？而且呢，这个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些计算模块啊，本身当时这些交换机没那么贵，你报废了也就报废了。现在你花了几千亿、上万亿美金买了这些东西，如果过了3-4年你把它报废了，还没挣着钱你就把它报废了，这个就太过分了啊！这个不光是废墟的问题，它会把全民一起都搁进去的。一窝蜂的建设刚建完啊，设备就过时了，过时是肯定没办法的。都跟微软学坏了啊！当年微软给 OpenAI 投资就给的云算力，换句话说就是优惠券。现在 AMD 给股份也是一样的玩法，这个 AMD 属于更奇葩的一个啊。这个微软呢，好歹还是说我把东西做价做给你了 ，AMD 自己手里也没钱，也没有算力，什么都没有。大家注意啊 ，AMD 跟英伟达一样，那都是 design house， 他们就是设计师，他连封装厂都没有，他压根就没有能力把芯片做出来。AMD 原来是有封装厂的啊，原来有这个芯片厂，后来呢拆分了。啊，苏妈干的活啊，苏妈来之前就舍不得啊，后来把它拆了以后 ，AMD 才起飞的，所以它只能用明天的这个空头支票来，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玩。以前咱们去科举的时候啊，比如行贿，对吧？今天啊，这个主考官我去行贿去了啊，给人钱了以后说那个主考官我能当状元不？啊，主考官看看这钱，
再多给200两吧，啊，你又给人200两，说行，你可以当状元了哈。然后呢，这个钱啊不是当场给的，这个钱是怎么给呢？你写一借条，说某某科状元啊，这个借了您多少钱啊？这个如果最后你是状元了，那这个借条是有效的；如果最后你不是状元啊，那这个条就没用了，对吧？这个上面这个题名是错的，对吧？这个 AMD 这个生意其实有点像这个。23、24年建的机房，一堆的 A100、H800 之类的，放现在不是过时了吗 ？H800 这种东西只在中国有啊，在国外是没有的。那东西是中国特供的，美国没人买这东西。我现在也是 AI 出的东西，各种迭代啊，是这样。现在都是这个路子。Codex 最近经常发 Token 重置券，用的有点爽了，但是我现在 Codex 用的越来越爽啊，越来越少了。我现在用 Cloud 用的越来越多。老范最近的稿子 AI 感确实少了很多啊，这个呢其实也是磨合的，就是大家提意见嘛，说哎你这太 AI 了，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告诉他说你给我改啊，你给我反复改，改完了以后呢，我尽量不照着念，对吧？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也是改了这么多版，里头的这个内容我其实是很熟悉的啊，那么我其实很多故事就可以顺着讲下来。这个话题有200人，确实不容易啊，是非常非常难了。哇，现在都快300人了啊，真不容易。扎克伯格被喷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把大家都搞废了，那肯定得喷你啊！而且我觉得最应该喷的是亚历山大王啊。扎克伯格说我没做好，亚历山大王说的是大家都没做好。对吧？你不能把别人都拉下水啊！你自己在水里泡着就算了，别人上岸了，你不能把人拉回来啊，对吧？这个亚历山大王确实有点太不懂事了，当然也没办法，对吧？这个扎克伯格呢，自己是这个可以去说啊，我们自己没做好。那亚历山大王还要维持他的位置啊，特别是在 Manos 这个协议作废了以后啊，那亚历山大王我估计压力更是山大。哪有女大上面呢？上面来了啊！好久没看直播了啊，这是不对的，要经常来看直播哟。最近试了很多蒸馏 Fab 5和 Mesos 的模型，结果即便是什么越狱版，还是无一例外表现出了 Cloud 产品那种有点爹味的道德感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我现在感觉真正爹味重的其实是 Codex。那边同样的一个话题吧。我让 Cloud 去干活 ，Cloud 呢就先把我的原话都放这儿，然后呢他在后头会补一下，说你这个可能啊这个不是那么靠谱，这是你自己说的话，对吧？你比如说这个Meta算力过剩了这件事儿，是老范你自己根据经验去推断的，Meta自己并没有承认，但是前面他会先放我的结论，而你要让 Codex 干同样的活呢，他上来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把它扔掉了啊，你这个结论是错的。对吧？我没有找到靠谱的这些信息啊，是如何的，他会改我的结论啊，所以我后来为什么 Cloud 用的越来越多 ，Codex 用的越来越少的原因就在这儿。刚来啊，现在天天早上散步补老范的视频，学到很多知识啊，感谢。这个我的视频主打是一个陪伴啊，咱们主要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开心最重要啊，这个知识呢。没那么重要。前2天谷歌不是说打算不卖 Gemini 给这个Meta使用了吗？可见Meta的 AI 自己人都不想用。这个他那个案子也挺神奇的，我到现在我都没太看懂他到底要干嘛。就是也不叫不卖了吧，就是说给他一个限额啊，原来可以随便用。这个哎，这真没法说。反正Meta现在搞的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样子。看见一条好玩的，阿里内部人士透露，印 Cloud Code 被曝后门风险啊，这个阿里已经将其列入高风险软件名单啊，要全面禁止内部员工在这个办公环境下使用，这是打算爬到阿
达利奥脚面上了吧？这个事儿就很奇怪啊，这个我都不知道该咋骂他了，对吧？这种事儿你就啥也别说就完了，你还非出来要发公告，还要搞这个事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你在中国大陆使用这个东西本身就有问题，对吧？再加上你使用的过程中你挂没挂梯子，你说不清楚的，所以这事儿压根就不该谈啊。后边就算你进了，员工自己也会买，也会用，对吧？这个又不是很贵的东西，就算是一个月$200，对于阿里的员工来说，他也不是买不起，他还是会用的。所以搞这个事情真的一点意义没有，除了让自己丢人啊，没有任何其他意义。我在巴黎这边认识的Meta工程师，基本上 Codex 都用得很欢啊。Codex 这样就写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现在呢写代码 Codex 和Claude 我并不觉得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呢处理文档和稿件啊 Claude 还是要比 Codex 强很多的。下午的消息啊，Meta也要自研推理芯片啊，这个一直在干，这个大家都在干，微软、谷歌、亚马逊、OpenAI、Anthropic， 加上Meta，还有原来的 Oracle， 大家都在做自研芯片，没有谁不做的。但是你要想让这些算力流转起来，最好还是英伟达。小扎心心念念元宇宙魔怔了啊，绝对魔怔了。搞元宇宙不如 all in 游戏啊，这真没法说。你像 all in 游戏就是腾讯干的活，对吧？腾讯是赚的盆满钵满了，但现在这 AI 这节课不还是得补吗？对吧？小扎呢，就这个怎么说呢？他架在这个位置上了，他总得比马化腾更有格局一点点吧，所以他就玩了个元宇宙啊。感觉Meta在向成为美国版百度的路上狂奔，这个百度现在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负面词了吗？不能这么说人百度吧，这是侮辱百度呢。Meta这段时间唯一正确的决策就是停止收购 Meta 啊，对，这真的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省大钱了啊！把这玩意儿买下来，其实屁用没有。台积电可以入了吗？啊，这个我们不做，这个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你挣了钱是你的，亏了钱你也别怪我。xAI 失败的地方，这个过2天吧，等我用上它的 Grok 4.5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吧。因为它现在不号称 Grok 4.5已经内部开放了吗？我最讨厌这帮老板号称我做出来的东西老牛逼了，我内部开放了，我不让你用。啊，这帮人最烦了啊！就是像前边Meta的那个 Muse Spark 和这个老马的这个 Grok 4.5都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老马现在说，我以后像发火箭似的啊，每个月发一个从零开始训练的新模型，你比什么呢？对吧？这个玩意儿不是这么玩的啊！咱们等着用吧，等我用上了以后，我出来骂他，我估计应该是很难用。Meta投降算不算 AI to C 故事很难讲，其实也没有了。我是更相信 AI to C 故事啊，我是不太相信 AI to B 故事的。虽然现在大家都在做 AI to B， 但是呢，其实你从互联网时代就可以看出来，最后值钱的全都是 C 端公司值钱，啊，所有 B 端公司他们是有天花板的，啊，那么现在依然如此。好久没看直播了，对啊，有日子没看到你了，好好的来这个什么呀，好好的来讲话呀，老来看直播呀。Meta 关元宇宙业务不够坚决，估计内部既得利益的阻力恐怕不小。其实不是既得利益啊，对于公司来说，老板一人说了算，特别像Meta这样的公司，就是小扎一人说了算。小扎自己不舍得，因为你一旦关了以后，他就会有问题啊，他就会说我。就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当年的决策 all in 元宇宙，还为了这个事儿把名字改了，从 Facebook 改成 Meta， 对吧？那么这个如果证明失败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位置会有问题的。你别看他是创始人，他现在应该也不是最绝对的大股东了，对吧？董事会有可能把他干掉的，就像当年把乔布斯干掉似的，啊，所以他必须得坚持。就是你不要认为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谁傻啊，谁都不傻。
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做的这种很难以理解、很傻的决策呢，一定是3个字儿，叫不得已啊，这个是跑不掉的。Meta 最成功的就是做出 Quest 这么便宜的硬件啊，Quest 我也不喜欢，就是所有需要往脑袋上戴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头晕啊，还重。大概10年前跟比特大陆的人聊过，有没有可能整个哈希 rate 期货啊，然后可以上大宗商品交易所，这个当年 SEC 还没有明确说明数字资产算不算证券，所以这玩意儿技术上可行，但是很难合规。现在大模型算力正好相反，合规不困难，但是技术上怎么标准化需要时间给答案。其实我估计后面就是Meta也好 Oracle 也好英伟达也好会给出这个答案来的，就是给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化的方法来。所以小米汽车的隔热不行，目前看还行啊，因为毕竟我自己只有一辆车嘛，是我这辆车行，别人都不行，这个也有可能，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我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好像还没入伏呢啊，这个就是3伏，哎，一共是有几伏我想不起来了，反正现在还没入伏呢。真正热天底还要这个，我估计到8月份才是真正热的时候啊，咱们还要再耐心等一等，等到最热的时候我来跟大家汇报这个隔热行不行的问题。当然我也看好多人在抱怨说特斯拉到夏天开出去的时候空调是不管用的，对吧？你再怎么开空调都是很热的啊，这个反正我现在还没感受到啊，等感受到了跟大家汇报，不会藏着掖着的。To C 的 AI 需求还是太低了啊，应用场景都没有。To C 呢是这样的，就是最终还是会有大量的无用阶级去使用 AI 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这个你还是要相信的。弄个皮卡丘附体的哆啦 A 梦给摄像头降温，这是什么东西？没看懂啊，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多久没做过开发工作了？一直都在做呀，我很多的项目都在跑啊。直播间居然没开空调，不需要啊，挺凉快的，因为下雨了呀。我在开直播之前刚把空调关了。如果连微软、Uber 这种公司都受不了 Token 账单，将来会不会每家大公司都会用开源模型自己部署呢？我觉得是这样，就受不了 Token 账单呢，最后一定会挂掉，或者说是会脱一层皮啊。我并不认为说他们就受不了。我建议你去看一看我前面的几期直播，我们专门讲过这个 Token 账单是不是太贵了的问题。老范同志好啊，你好。最近 Fab 5用爽了，哎，我还没用呢啊。虽然它回来了，但是我没用，因为用不着。我这个活我觉得那个 Sonnet 就足够了，最多开 Opus， 对吧？这个现在我看很多人在那喷说 Fab 5回来以后变傻了，被阉割了，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模型了啊！而且今天好像还又被人黑客给扒了个底儿掉啊！等过几天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再说吧。而且 Fab 5我好像就能使到7号啊，这个，所以我对于 Fab 5也没有什么念想。我这边网速太慢了，太卡了，对，应该是你这儿了。AMD 正因为拆掉了工厂，才能跟英特尔打得有来有回。是的，英特尔呢现在就一直混到当前这个状态。我看今天好像那个陈立武还有个访谈在那儿讲，他说英特尔现在已经不是芯片公司了，我们是美国制造芯片的唯一希望啊。这个定位也很神奇啊。苏妈不管多厉害，本质上还是一个打工的啊，怎么也比不上穿皮衣的这个黄创始人的身份那么光鲜。创始人也有被人踢出去，乔布斯就被人踢出去过嘛，很多创始人都被人踢出去过，像马斯克原来创建那个他当时是那个什么，他还不是PayPal，他是另外一个支付系统，不是也被人踢出去了吗？所以创始人啊不一定就能站得住这个位置。感觉比 Opus 4.8 提升很大，Opus 4.8
好像有的时候还不如4.7。哎呀，这个很多时候其实还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以前咱们去科举的时候，这个那咱的互道年凶了啊！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就讲故事嘛，就讲成这样了。现在市场最敏感的就是泡沫被刺破，大王的真的有点把所有的人拖下水的这个感觉了。对啊，亚历山大王这个有点过分啊，这些话说的。这个咱们不能乱讲啊，因为毕竟咱们不了解他啊，没有跟他真的打过交道，你就说人是傻叉，这个太不负责任了啊。你们现在还 review 代码吗？感觉已经看不过来了，肯定是 AI review， 谁自己干这活啊？刚来 Meta 6太逗了，一个超级专家不管市场 ，GPT 5.6真会做市场降智，避免 Anthropic 的坑吗？这个 GPT 5.6咱们还是要等啊，现在还没看到呢。前几天看了一个药品研发诺奖得主的采访，他的观点是现在的 AI 只是把人类知识归纳总结，没有从混乱中找出规律并创新的能力。我是坚决不认同，这哥们儿肯定是或者是姐们儿吧，估计是没有太多的用过 AI 啊。AI 现在你比如说去找相同找这个规律，举一个案例吧，现在好多人拿这玩意儿干嘛使呢？招图标啊，咱们国内大家熟悉的人知道啊，经常会有玩围标的啊，几个公司啊把这个标一围，然后呢约定好谁中标，剩下的人呢拿一点手续费，因为后来规定是必须3个人才能投标嘛，啊，然后我们又不希望这个事情失控啊，所以就要玩围标的事情。但是你上了 AI 以后，谁跟谁有什么关系？谁的哪一段标书跟哪一段标书，哪个数据跟哪个数据是一致的？然后这个一致的合理还是不合理，马上就给你拎出来啊！所以你认为它找不到规律吗？找得到的啊。本来做 Java 后端的，前端勉强能做一点，现在有了 AI， 前后端啊，这肯定就全占了呗，这还用问吗？Codex 代码也要看运气啊！我被他表演式编程演了1个多月了啊！这个为什么开始传说 GPT 5.6要出来了？Codex 降智就特别严重，好吧？如果你真的编码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上一些 spec 的东西啊，比如说 Superpowers 啊，或者是 Spec Kit 啊这种东西。但是 Spec Kit 有点太重了 ，Superpowers 要比 Spec Kit 要稍微轻一点。但是也挺重的，好像还有更轻一些的东西。上了这种东西以后呢，编码会好很多。5.6有啥消息不？没消息啊！所有这种我一时半会儿用不上的，我也不惦记。而且我觉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不用对它抱有特别大的期望。X 上看有些老美说，现在 AI 就是当年的星球大战2.0。这个其实我还专门讲过这个话题啊，这个只是在会员频道里啊，你这个当然没有必要去听啊，那个只是我个人发牢骚而已。Meta 不是停止收购 Manos 啊，它是平台仅退款啊，也挺好的呀，也挺好的呀。Meta AI 的那个眼镜做了那么久体验，哎呀，这个眼镜我觉得任何人都做不好啊，深圳公司做的也很烂。如果 to C 不通啊 ，AI 的天花板就非常低了，绝对是这样，必须要 to C。Meta 就只能靠 ins 了，现在不还有 Thread 吗？入伏是农历6月啊，好吧。特斯拉大太阳需要在顶棚挂一个遮阳棚，不然太阳一晒升温太快。哎，我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去买一个遮阳的东西呢。小米好像官方有，但我还没有下决心，毕竟还没有那么热嘛，最多也就是一白天掉个几度电而已。上海交易所不是去年就要做 Token 期货吗？啊，这个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同一个主题反复问 AI 会得到不同答案吗？当然会了。我记得特逗啊，我去礼拜3去这个看评论的时候，我是每周3会看所有的1周的评论。
然后呢，有一个哥们儿就特别有意思，给我写了巨长的一段，当然也不是他写的 ，Gemini 写的。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有问题。”我就去问 Gemini 了。然后呢，我问 Gemini 说：“我觉得老范的这个视频有一些问题啊，你看看哪儿有问题？”然后 Gemini 的回复是：“啊，是的，确实有问题。”然后哗哗哗写了巨长的一段。他说：“你看，我把 Gemini 的答案贴给你。”我说：“啊，你下次去问 Gemini 这样问。”我说：“我觉得老范的内容讲的特别有道理，你告诉我哪儿有道理。”然后 Gemini 也会一模一样的给你说出一篇来，说你猜的太对了啊，你感知太对了，老范说的特别有道理。Gemini 就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讨好型人格，非常有意思。但是注意啊，给我发评论的时候千万不要贴大段的 AI 结果啊，没空看。To B 下限高，但上限低。To C， 哎，这个我觉得最终肯定要 To C， 而且要把大量的 B 都拆成小 B 或者 C， 这样去 To。对 ，Fable 太贵了。我老板刚发给我说他问了5个问题，5个小时的额度就没了，是还行的，问了5个，我还见过有人问了1、2个就光了的，有道理啊，这个是。说到 AI to B 啊，最近非科技类大中型企业都开始大干快上 AI 了。我们单位跟火山合作，前2天找了个火山的工程师给我们讲课，这个内容还是老套的 agent 和工作流，模型打算本地部署，虽然只有70笔，别费这劲，还是用它的吧。那个豆包 C 的 Pro 2.0还是2.1吧，现在最新的2.1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火山引擎上是有 GRM 5.2，有这个Minimax 3，然后有这个 Kimi 2.7 Code 什么都有，所以用他们线上的，千万不要去用线下的。你可以把AI agent 布在线下，你比如说把这个龙虾之类的东西布在线下，但是呢，这个模型还是要用线上的。中国有些地方啊根本不需要空调啊，这个欧洲原来也觉得他们不需要，好像欧洲整个的纬度就比咱们高啊，但是具体我也不是特别理解，欧洲好像整个的比较凉快啊，不管外面温度如何，空调是7乘24小时在线的，这个有点过分了吧？用了5.5就不用5.4，但是价格涨1倍，5.6又涨的话，是不是太贵了？5.5跟5.4价格涨了那么多吗？我还没有那么大感觉，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 Codex 编程还行，对，我也是觉得还可以。刚出来肯定贵，过一段时间啊会降一降，希望吧。AI 审核这种事情啊，各大集采平台早就上了。不过目前上的模型都一般啊，并不能这个做到无遗漏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审，只要愿意呢，肯定还能审出来。如果不愿意呢，这个怎么演都行啊。问题是这些一时半会儿用不上的，会让现有的产品降质啊，这个倒是真的。因为它会把更多的算力分给新模型，语言互译、结构化信息对齐，这是 LLM 被验证的2个能力。做药物研发用大模型绝对有用，这是肯定的。这东西会有破译版本吗？什么东西？开车去洗车的那个答案，现在 AI 应该会了吧？你可以问问他试试。随机 seed 吧，好像如果固定一个 seed， 大语言模型输出就固定，其实也没有，还是会有变化的。Gemini 现在在网上被称为美国版的豆包，好吧，我觉得豆包还是要比它强一些的。To B to C 不是2条赛道的上下限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回头可以详细的去讨论。如何看 Palantir 的 CEO 采访的时候破防的事儿啊？这个我看了，明后天吧，我去录一期节目来讲这故事吧。今天还没有特别细看啊，这玩意儿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对，这肯定的，给啥用啥。但是你自己肯定还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要用起来，在中国没梯子也不能用嘛，这个肯定的呀。Fable 和 Mesos 肯定是小作文去问啊，你们是怎么拿到，怎么做到拿它聊天的啊？这个肯定有人这个很随意的就把它浪费了啊。他们有光刻机吗？谁们有光刻机吗？没看懂。昆明的新房装修时候，空调确实是可选项啊，还可以这样吗？这2天公司的 Sonnet 感觉都降智了，一个问题给我2个错误的解决方法，反复切换。哎，我觉得 Sonnet 5 Max 还不错呀，对吧？比 Opus 4.8确实要稍微差一点，但是差的并没有那么多。南方的空调没有制暖功能吗？北方的也没有啊，谁拿空调制暖都有暖气呢，南方空调可能才需要制暖呢。现在还有不能制暖的空调很多的，北方空调完全没有这个需求，只有南方空调有，因为南方没暖气。欧洲确实以前不是特别需要，好吧，我好像是夏天去过一次法国，去过波尔多。波尔多其实还是在巴黎更靠南的地方，应该已经离地中海不是很远了，我觉得都挺凉快的。洗车那个6月以后更新的模型基本都会，不一定，这真不一定。Grok 现在4.5了吗？啊 ，Grok 4.3啊，4.5是马斯克号称已经做出来，我内部在用，但是我不公开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没那么聪明啊，我自己就用 Codex 啊，用了之后国内模型实在看不上眼，笨的一批，其实也没有那么差。你像我用 Minimax M3 配上Minimax Code 在本地跑的话，效果其实还可以。欧洲也不是第1年热浪了，往年也是报道热死了很多老人，但是毕竟欧洲人一件事吵5、6年都解决不了，很正常。这个我们不能这么埋汰人欧洲人啊。Sandbox 的各个版本的语法乱七八糟的，让 AI 这个没看懂你要写什么啊？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有制暖，反正我们家的空调好像是没有的。因为我这个比较老旧了，俺的空调是跟新风系统在一起的啊，这个也可以。来也没他想通了啊，这个是的，直接玩人家的模型比较快，哎，这个没那么好玩啊。以前广东的空调只有单冷，近年来才开始慢慢的制暖。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空调要干的一个活叫除湿。新加坡空调装机应该是全球第一，应该是啊，它又城市又小，人又少，啊，这个收入又高。美国苹果智能家居的默认设置就是全年恒温，这让中国人很费解，这个我还真没弄过。国产模型质朴 GRM 5.2代码基本一遍过。质朴还要看，而且质朴我觉得必须要用他们家自己的这个模型啊，就是你用豆包上的，因为我是火山云上有套餐啊，所以火山云的 GRM 5.2我也用，感觉强一点，一般。以前空调贵啊，这个冷暖功能有挺大的这个差价，这个我觉得真的制暖没有任何什么意义，在北方肯定没意义。欧洲热浪，美的成了世界品牌了啊！这个是豆包唯一我觉得好用的是语音识别啊，那真强。我现在这个麦克风就是我的豆包输入法，因为它麦克版是有豆包输入法的啊。然后呢，我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哎，看这样吧。就是 Type C 啊，插到这个
电脑上以后，然后跟这个 Mac 3的这个发射器一对接，我就可以哗啦哗啦哗啦去讲话了，就不需要打字了啊，这个还是很爽的。就是玩 AI 一定要有这个语音输入。空调最恐怖的地方是香港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以前每次去香港都感冒，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着个这个 T 恤，穿着个大短裤就去了，结果一进屋发现跟我开会的人都穿着毛背心，穿着西装，然后我就感冒了。在深圳15度以下我就开制暖，这个没必要吧？10几年前，美的那个现在在欧洲爆火的制冷小空调，在国内推广过，价格和正式空调价格拉不开差距，没人要，这是肯定的呀。东北也多啊，天热的时候也受不了，好吧？欧洲极左，美的亡我之心不死啊，这是肯定的。欧洲这帮人就又当又立啊，说欧盟总部多少层以上的有空调啊，因为冯德莱恩这帮人坐在上头，多少层以下的还是7层以下的就没有空调，普通员工在那儿啊，这帮人骂的。我以为欧洲人疯抢美的空调应该有机会入一手股票，结果一看他娘的贴了半个多月，别搞这个啊，不是这么玩的。我做供应链管理的啊，感觉豆包就很好用，搜索供应商现在基本上用豆包模糊搜索了。然后豆包就调出供应商啊，豆包在这块还可以，就是你不做特别复杂的活啊，豆包也好 ，Minimax、质朴、GRM 啊，这那个叫什么 Kimi 都差不太多。新加坡空调也恐怖是吗？这个我还好吧，因为我在新加坡就待了1天啊，所以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欧洲这10几年来气候异常明显，很明显啊。原来10年一次的热浪，现在恨不得年年来啊！这真是，我估计明年更热。今年巴黎轻松过40度，其实也能够理解欧洲人为什么那么强调环保。的确，环保，环境影响太明显了。我觉得欧洲还有一个比较讨厌，就是那个老建筑上不让打眼啊，那个也很烦。日本空调不行啊，其实是到达大厅，什么意思？啊，尤其是到达大厅，这个我还真没感觉。我觉得日本还是挺凉快的。日本后来不是搞过一次，为了省电嘛，说原来日本人在办公室里也都是穿西装，甚至是3件套西装的。说以后到夏天呢，我们就不要这么穿了，我们还是穿短袖衬衫打领带吧。但日本人还是要打领带的啊。现在是不是也不打领带了？就是到夏天可能穿个 T 恤有领子就完了，圆领衫可能还是太不正规了啊。不建议什么啊？日本空调不行啊，尤其羽田的到达大厅啊，这个我还真没感受到，因为我前年去的啊，是在5·1的时候去，感觉还挺凉快的。GRM 5.2能写一下业务，再复杂的就只能5.5害了啊，就是 GPT 啊，是。欧洲传统上是海洋性气候，也没有吧？你靠海才能海洋性气候。它也有内陆国家，国内很多人跟你辩论，说着说着就贴一个豆包回答的截图，这个挺无聊的啊，这个是比较无聊的玩法。日本地铁上也不行，这个我还没注意，我日本上次去我还坐了几次，但我估计应该是5月份的原因，看樱花的季节啊，所以并没有特别大的感受。好啊，那我们就到这里了。然后呢，这周应该有会员节目，我想想会员说什么吧。我最近可能2个事情想说啊。第一个是，我自己怎么使用这些 AI agent， 但是呢，大家使得很好，其实就没必要听我胡说八道了啊。如果你说我确实不太会用，或者比较感兴趣，老范怎么用呢？我就录一个会员节目上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呢，国内这个反印度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啊，这个也许可以跟大家胡说八道一条啊，这可能就是
这周我2选1吧，看看这2个话题到底讲哪一个吧。我在羽田机场办电话卡的时候，还跟办电话卡的日本小哥吐槽，你们这里到达大厅不开空调吗？他说日本是个缺能源的国家，我估计人家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欧洲3面环海，欧洲挺大的呢，这个底下是地中海，另外一面是那个大西洋，对吧？北边那个不能算，白令海峡应该不能算吧。辛苦了，大家周末愉快。对，大家周末愉快。据说有印度人在广州离职了山库了啊，对，这个是要讲的。我在工厂上班，我们工厂现在格力中央空调这个随便开啊，公司老板趁太阳能面板便宜啊，这个屋顶上装满了太阳能，电完全用不了，这也挺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